Oh my God！ 老高与小莫完全没有读《狄拉赫寓言》原著，完全没有。老高讲的故事竟然有 N 处细节与原著完全不一致。最不能接受的是，书中明明写着3906年世界有数十亿的人口，而老高却说只有10万人口。老高，你想让未来的世界发生什么啊？其他的我们接着细说。这个视频比较长，因为老高视频中的错误太多了。老高，你完全没有读这本来自未来的编年史，却在侃侃而谈狄拉赫寓言3906年，对吧？回答我。 Look into my eyes. Please answer me. 老高，你读过那本来自未来的编年史吗？完全没有。嗨，大家好，我是小资。老高与小莫最近讲到3906年狄拉赫寓言，讲述一位名叫保罗·狄拉赫的神奇经历。故事开始于1921年的瑞士，狄拉赫因病陷入了长达1年的昏迷，然而他的意识却穿越到了遥远的未来，公元3906年。他发现自己竟然进入了一位刚刚临床死亡15分钟的年轻人身体之中，并奇迹般的复活康复。他在未来的世界中生活了1年，亲身经历了跨越1000年的转世爱情，也目睹了人类社会惊人的变革与灵性精神世界的升华。而故事的来源呢，就是这本来自未来的编年史保罗·阿马蒂亚斯·狄拉赫不可思议的故事。老高如今可谓是点石成金，他的视频动辄吸引几百万的观看量。然而我必须说一句，但是这期狄拉赫寓言让我对老高的信息来源大失所望。原因很简单，就是老高完全没有读过原著，却在侃侃而谈。他视频中的许多故事细节与这本书的实际内容存在明显出入，有些内容错的真的很离谱。我在2020年就在 Amazon 上买了这本英文版，我没有找到中文版。对我而言，它揭示了未来人类在科学与灵性或者说精神上的革命性突破，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因此当我看到老高谈论这本书时，就格外关注。然而老高的视频却充满了错误，让我不禁想起学生时代的阅读理解题，如果细节错误，那就是完全没有读过原著。但老高在他的视频里一直在说狄拉赫日记，狄拉赫日记就是这本书。现在我就来一一列举老高的明显错误，证明他完全没有读原著，也不知道他的一些内容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点我真的是很佩服老高。让我们首先来到狄拉赫意识穿越至3906年醒来的关键时刻。从他视频的10分20秒，老高在他的视频画面中描述，当狄拉赫的意识转移至未来人安德利亚斯·洛瑟姆身上时，他的脸上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绷带。然而书中在开始讲述未来的第1篇日记中就明确地提到，现在有镜子能提醒我头上还裹着绷带，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后天就会拆下来。接着老高说，狄拉赫醒来后，医生告诉他，你因为一场意外事故头部受伤送到这里，你还记得吗？他当时惊了一下，马上下床想走出去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结果路过一个镜子，他发现镜子里人不是他。他说不可能，尝试往外边跑，看到一个窗户，窗外的景象把他镇住，高耸入云的像玻璃一样的街子，天空上都是会飞的汽车，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美丽。他说大部分东西他都不知道是什么，他整个人就待在窗前待了很久。 Oh my God, what？ 但是首先在书中狄拉赫醒来时看到的并不是高楼大厦酷炫的未来都市。在日记中他写道，不，我心想这不可能是医院。我眨了眨眼，瞥见了乡村景色，蓝天绿野交织，粉色的光芒映在水晶般的墙壁上，如此明亮，如此美丽。
这显然不是老高科幻大片里的摩天大楼，而是自然的乡村景色。狄拉赫醒来后，其实很长时期住在主治医生莫尔森的研究所里。书中描述到，周围是郁郁葱葱的乡村山坡和远景，山谷和群山围绕着我。他未来的朋友史蒂芬甚至答应他，带他去看典型的现代生活，因为狄拉赫好奇的并不是乡村和假期，而是大城市上班族和普通人。然而老高却想当然的先走了科幻路线。狄拉赫当时也并没有像老高描述的那么强壮，立刻下床跑了出去。真实的情况是，狄拉赫昏了过去。书中描述到，那天早上我终于康复，能下床时。注意，这里不是老高说的狄拉赫醒来后就马上下床，而是等到他康复后才下床的。书中继续，我的天，这身体不是我的。镜子里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盯着我，眼睛充满了恐惧。我以为自己疯了，大喊救命，有人朝我跑过来，我却窒息地昏了过去。看看你是不是也佩服老高的虚构能力呢？说安德鲁，你不认识我了吗？他说安德鲁谁呀？他今年是哪一年呢？他说1921。但这里有2个错误。第一，狄拉赫附身的未来人名叫安德里亚斯·诺瑟姆 （Andreas Northam）， 而不是安德鲁·诺瑟姆 （Andrew Northam）。第二，原著里当时医生完全没有问狄拉赫的其他问题，因为狄拉赫又昏了过去，而是在医生用德语慢慢地问安德里亚斯·诺瑟姆：“你不认识我了吗？”书中接着描述道：“我虚弱地回答，我想祈祷。”然后又昏了过去。他都昏迷了。老高所说的医生继续向狄拉赫解释他为什么来医院的情况，完全在原著中，狄拉赫苏醒后，并不是由医生向他解释一切，而是狄拉赫被带去见了2位长老。这2位长老身上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让人平静安定。狄拉赫描述道：“我跪在他们的膝下，颤抖着哭诉一切。他们用不太流利的德语问我，问题接连不断，关于我来自哪里、哪个时代，我毫无保留地回答了一切。”之后，书中清楚地写道，长老耶格尔告诉我，他们把洛瑟姆带到了莫尔森研究中心。他在一次车祸中头部受伤，死在了医生莫尔森怀里。15分钟后，把他冻住后，莫尔森才设法让他复活。另外，狄拉赫的附身诺瑟姆也不是老高所说的天才物理学家，书中只是说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应用物理学家。老高骄傲地说，萨米斯 （Samis） 其实就是阿卡西记录。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讲过的阿卡西记录。 What？ 但如果真正读过原著的，就会知道萨米斯远不止如此。萨米斯在书中是贯穿未来见闻的重要概念，未来人类对萨米斯充满了敬畏与渴求。阿卡西记录在神秘学中被视为一种储存于以太之中的神秘知识的集合，就像是一个数据库，而萨米斯被描述为所有存在的整体，它涵盖了物质、精神以及所有可能的现实。它不仅是知识的源泉，更是存在的本体。未来人类许多人拥有超视能力，他们不只是相信萨米斯的存在，而是能见证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呢，仍然无法真正理解它的全部本质。书中在很多处提到，在我们灵魂深处，那股无法满足的渴求的根源正是萨米斯。正因为我们与它缺乏连接，才会本能地通过音乐啊、艺术啊、宗教诗歌啊等方式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哪怕只是片刻的宁静与触动，也足以让我们暂时摆脱那种深沉的、难以言喻的对萨米斯的渴望。大家是不是有同感呢？这也是为什么孜孜以求通过这2期视频来呈现人类在不同的时空节点所展现的灵性渴求
与天人合一的狂喜。也许这些就是对萨米斯的渴求与萨米斯合一的狂喜。书中描述萨米斯与伟大现实 Great Reality 密切相关，后者是萨米斯的显现形式，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永恒实在。狄拉赫未来的朋友史蒂芬说，在伟大现实中，我们头脑中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其实只是一个永恒的现在，超出了人类常规的时间观。到了公元3906年，人类对萨米斯的理解早已超越了传统宗教的范畴，它不再是某种信仰的对象，而是科学、哲学与灵性修行共同指向的终极存在。而在这种意识体系中，个体的灵魂在死亡之后呢，不会消散，而是回归并融入萨米斯，成为一个更高层次的一部分。现实是流动的，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自身的存在，都是萨米斯无尽延展中的一个小小分支。而现实本身即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凡存在于其中的东西从未真正消失。也正因如此，狄拉赫那位难以忘怀的爱人才能穿越时空，轮回至公元3906年，在那遥远的未来再次与他相遇。这些概念是不是与东方哲学，如印度教的梵、道家的道、佛家的万法归一理念非常相似呢？也可以说与斯宾诺莎提出的大自然或宇宙即神的观点相近呢？也与我们这期上帝基因中所提到的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情感有共鸣之处。可以说未来世界的哲学思想显然更接近于泛神论或宇宙意识论。所以萨米斯远远不只是老高口中的阿卡西记录。他们寿命多长？他们寿命能达到几个世纪听起来相当震撼，对吧？但问题是，原著中根本没有任何地方提到3906年人类寿命能达几个世纪。老高又一次想当然了。事实上，书中明确写道，人的寿命在时间上很短，仅仅几十年而已，但却具备完整的道德与精神养分，以及广博的知识。不仅如此，书中最具代表性的开悟者阿里克西斯·沃尔基，这位在3382年经历神秘瞬间开悟，并成功稳定进化的人，最终也在3392年去世了，享年86岁。可见未来的人类并不是像老高所说的能活上几个世纪。顺便一提，老高还说沃尔基是在3382年9月7日发生进化的。3382年的9月7号。Oh my god！ 但原著中写得非常清楚，是9月6日。这个日期对未来人来说是意义非凡的，是不能搞错的。就像是我们不能记错国庆日，因为9月6日被宣布为新时代的第一天。就在这一天，人脑获得了一种新的感知天线，被称为超视。智人也正式进化为新人类、新西方人。令人好笑的是，老高对这场重大事件的核心概念相当混乱。他先说进化过程中人类产生了一个新感官尼贝尔维克，翻译成超视能力。他们在进化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新的感官，叫尼贝尔维克。这个词儿翻译过来呢，就叫超视能力。之后又说沃尔基经历了一个叫尼贝尔拱门的神秘体验之后，产生了稳定的进化。但实际上，他口中的尼贝尔维克和尼贝尔拱门指的都是书中的一个术语 Nibelwerk。 这一概念在书中的编年表中有明确的概括。 Nibelwerk 并不是一种新感官，而是一场经历难以承受的神圣光照触发瞬间开悟的神秘体验。而真正的新感官，也就是那种超视能力，在书中明确称为 Oversenses， 英文是 Supervision， 是经历圣光光照神秘体验 Nibelwerk 之后，大脑才会拥有的一种感知天线。简而言之， Nibelwerk 是触发事件， Supervision Oversenses 是进化的结果。
接下来老高说，因瞬间开悟，就是有些人突然出现了这种感官，但是承受不了那么大的信息量涌进大脑，一下就死掉了。这个事情经过了好几百年呢，不断有人死掉，不断有人死掉，才突然变得不死。老高完全没有读原著。首先，让我们回到原著，看看书中是如何描述这段历史的。在公元3382年9月初，书中写道：他们说，在玫瑰山谷的最初6天里，所有经历了那无法承受之光的神圣洗礼的男女，皆是内在高贵、灵魂纯粹的非凡之人。也就是说，事件的本质并不是大量信息涌入大脑导致过载，而是来自某种神圣光能的冲击，引发心灵震撼，部分人因此在极度的喜悦中逝去。这是一种灵魂层面的升华体验，并非脑容量不足。其次，这个事件并没有持续几百年之久，而是集中发生在3382年9月的最初6天。在这6天里，几乎全球人类都在关注，如同彗星要撞击地球一样。为此事，全世界的人都在同时祈祷。老高仅仅6天就让全球的人为此祈祷，却被你说成几百年。经过了好几百年呢，不断有人死掉，不断有人死掉。请别习惯性的无动于衷的说些耸人听闻的事件。接下来看看你还说了些什么啊？在3906年的时候，世界人口被控制在10万以下。怎么可能呢？10万以下，相当的少了。Oh my God！ 然而书中多次用明确的数字打脸这一说法。首先，狄拉赫在书中提到，全世界数十亿人都将他们的精神希望寄托在那辉煌城市中的伟大智者身上。在描述世界第4大城市诺福时，书中写道，从几乎到达山顶的无数豪宅来看，那里居住着数百万人。更为震撼的是，我紧紧抓着史蒂芬的胳膊，头昏目眩地望着这片人口稠密的区域。这里居住着2800万人，其中2300万人是常住居民。城市上空交错着密密麻麻的桥梁，桥上黑压压的全是人。此外，还有诸多例子明确地写出数百万的人口规模。仅举3例：达雷加的人口约为350万，数百万人前来我们的主要精神中心学习，每天有数百万游客涌入这座庞大的海滨度假城市。综上所述，3906年的人类社会早已形成高密度多中心的大型城市群体，并非老高所说的仅有10万人的微型社会。我不禁要问老高，你这10万人的数据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明明未来数十亿的人口，却被你说成10万人。在你那平行世界都发生了什么可怕事件呢？首先提到了2150年，人类开始正式启动火星移民。它回溯都是从2150年。Totally wrong！ 但原著根本就没有提到2150年。书中明确写道，从2204年起，持续了60年的疯狂火星殖民探险，是我们祖先在技术巅峰时的杰作。在书的末尾所列的时间编年史，也从2204年开始火星计划，2150年从未被提及。2309年爆发了世界，他说各国之间相互投放大规模致命性武器，他没有说核武器，但你可以想象到是核武器，对不对？因为在1923年的时候还没有核武器的，也造成整个世界就毁灭了。 What？ 然而书中2处明确提到2309年中等规模的核摧毁了除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国家以外的大部分欧洲，但这事发生在欧洲，根本没有提到世界毁灭。不得不说，老高，你是不是一本正经的？后来火星移民失败之后，爆发了世界大战，人口呢迅速减少。这个世界大战打了足足80多年，把欧洲打没了。2396年，世界大战结束。怎么可能？是的，书中提到了火星殖民地繁荣了60年，但书中完全没有提到延续了80多年的战争。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大约从2316年到2396年。
老高说那时欧洲被打没了。老高刚刚不是说2309年世界已经毁灭了吗？整个世界就毁灭了。7年后，世界怎么就从毁灭中复燃，又打起来了呢？是不是完全没有逻辑呢？其实书中明确指出，从20世纪之后一直到公元2396年，是一个技术和经济繁荣的时代，世界繁荣着呢。书中也明确列出2320年至2350年欧洲的新人口增长，北部人口和平定居于地中海。2394年最后一次欧洲制宪会议，哪里来的80年战争？根本没有整个世界的毁灭。老高，你是不是太残忍了呢？是不是老高说习惯了这种残忍的负面预言呢？老高，请不要传播这样毫无根据的耸人听闻的预言，这样对人类集体潜意识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对人类的未来也不利。请看我们这期抓住你的黄金时代。大预言家诺查丹马斯说，未来其实是不确定的，有几种可能情况，他往往说出了最坏的情况，但是人类的积极意念可以改变未来，所以人类需要保持正念。老高，我不得不问，难道是你已经说习惯了这种预言吗？请为世界美好的未来嘴下留情。所以他们呢是不需要像我们一样的法律的，他们世界是没有法律的。这是一派胡言。书中明确提到，这些人刚从山谷回来，他们昨天来这里参加这个大日子，即统一1510年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一个真正的法律和秩序的国家取代了过去的政治和经济无政府状态。书中也明确说明，这指的正是公元2396年，也就是新纪元 Reichsstaat 拥有法律与秩序的世界国家正式成立，标志着史前混乱的结束，以及新历史时代的正式开始。所以，未来的世界并不是没有法律的，而是实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统一法治秩序。老高，你没读这本书，但你张口就来，信心满满，真是很佩服啊。帮他回溯这个历史，没有离我们近一点的时间点啊？好问题，他是1923年写的，咱们1977年的2000年附近怎么没有啊？其实就是没有，他不能够知道20世纪的事情，也就是19几几年的事情，他是不能知道的。我们现在是可以学习的，但是也非常笼统说了一句，说从2000年到2309年之间，整个人类社会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其实书中几处提到20世纪与21世纪，并专门用一章讲述了20世纪与21世纪的衰落，主要是指精神世界的衰落，比如文明沦为以消费为主的技术文化，社会崇尚物质主义，追求标准化工业产品、技术应用和经济价值，忽视内心修养，年轻人失去信仰，崇拜肤浅的偶像，理想崩塌带来空虚，宗教与科学均未解决问题，生活被视为无意义的随机过程，信仰的丧失和快节奏的生活导致了很多的心理疾病。我要说的是，书中并没有提到人工智能在21世纪的疯狂发展。在书中的另一章，描述了人类为实现全球化而展开的长达4个世纪的艰苦斗争。文中提到21世纪则以人类首次飞向最近的外星世界为标志，人类也终于意识到，未来的战争中将不再有赢家或输家之分，他们要么携手共存，要么一同走向失败。老高，之前我们也提到，从20世纪一直到公元2396年，是一个技术与经济繁荣的时代，不是你所说的整个人类社会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你自己到底想给人类多少最困难的时期呢？老高在讲到跨越千年的爱情故事时，提到狄拉赫的挚爱安娜。安娜说：“我会给你做个银色的花环戴在你头上。”他俩就分开了。他这次到这个山坡的时候呢，希尔维亚就做了一个花环，直接戴在他头上。老高，你到底是在哪里找的故事信息呢？然而书中写道，希尔维亚伸出手，把他做好的花环递给我，问我
你能把这个花环戴在我头上吗？安娜当年的话是，下次我们再来这里，我会做一个风花花环，你能把它戴在我头上吗？老高，你说你这里是不是张冠李戴呢？而且老高说，在山坡上与安娜会面后，事实上他没有再见到安娜。1918年12月6日的日记记载了狄拉赫最后一次去安娜家探望弥留的安娜。狄拉赫也在3906年向西尔维亚回忆说，我主要和他谈起了我们最后的会面。那时我坐在他的床前，在他的房间里，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天。1921年5月份的时候，有一天呢，这个32岁的狄纳从1918年开始写，也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29岁了，他离世35岁嘛。怎么会是这样？然而，在书中，狄拉赫在1918年12月2日写下第一篇日记时，已经32岁。他在1921年昏迷时是35岁，而在1924年去世时年仅38岁，并非老高所说的35岁。在第一篇日记开篇，狄拉赫这样写道：在我生命的前21年，你会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从那以后，过去已经11年了，这清楚地表明他当时是32岁。而在同一篇日记的倒数第2段，狄拉赫因思念已逝9年的初恋情人安娜，写下了这样动情的文字。写字的时候，我的眼泪滴落在新鲜的墨水上，模糊了字迹。我知道一个32岁的大男人像个孩子一样哭泣，太荒谬了。这再次印证了他的年龄。老高，你连第一篇日记都没有读呢。此外，在1972年出版的第1版译者序言中，也明确地提到，最终他在38岁之前就去世了。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写完他一生的梦想。所以，老高，我不禁想问，你是从哪里得到狄拉赫的年龄信息的呢？老高还在他的视频中给出了一个狄拉赫确切的出生日期：1889年6月24日，于1924年1889年6月24日。然而，原著中根本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这个错误的日期。事实上，本书的编者、希腊电视制片人埃奇利亚斯·斯瑞格斯在序言中提及，狄拉赫的学生、日记持有者、翻译者乔治·帕帕查奇斯多年来一直试图查找更多关于狄拉赫的资料。从1952年到1966年，帕帕查奇斯曾12次前往苏黎世，试图找到狄拉赫的相关信息。然而，他的努力最终一无所获。他找不到狄拉赫的任何踪迹，也没有发现任何亲戚、邻居或朋友。但是老高又是怎么知道狄拉赫的确切生日的呢？老高，你也太厉害了吧！综上所述，老高是完完全全没有读原著，才会出现这么多的错误，误导了大众。我希望强调的是，老高作为600-700万订阅的 YouTuber， 能力越强，责任应该越大。请给人类集体潜意识注入更多正面积极的信息，而不是想当然的传播一些耸人听闻的负面预言，让人们对未来的世界产生负面的想法与意念。我们需要上互念。老高，你知道吸引力法则，你知道人的意识会导致波函数坍塌。老高，你讲了这么多，也应该积极应用啊。为了制作这期视频，我重温了这本书，并针对性的精读了几遍，力求准确还原其真实内容。当然，或许仍有疏漏，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老高，你读过那本来自未来的编年史吗？你根本没读，就开始乱吹，做出错误，不可退位。您的支持、订阅、点赞、分享和评论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也能让更多人得到一束光。